是海贼世界白胡子船上的最弱船员，可不管是马尔科还是白胡子，都要给你3分面子。只因你穿越海贼世界后，直接抢在艾尼路面前得到了最强自然系响雷果实，并在自己的努力下，成功将响雷果实的力量作用在了体魄之上。在强大的雷电刺激细胞下，你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变强。如今的你创建自己的海贼团也是绰绰有余。可就是这样强大的你，却还是遇到了一件非常生气的事情，那就是黑胡子蒂奇。是的，今天就是黑胡子加入白胡子海贼团的时刻，求求您了，我实在无处可去。戴着破旧帽子的小孩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说完后便立刻抱着面前男人的大腿痛哭流涕。这位手持战刀的男人沉声问道：“小鬼，你叫什么名字？”小孩抬起头来，脸上还带着泪水。旁边的众人也都在好奇地看着这位身体迥异的小孩，只有站在一旁的你的脸上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冷笑。在看到对方的第一眼，你就已经认出对方，但是你只是冷静地看着这一幕，并没有打算出手阻止，因为你知道自己阻止不了白胡子的决定。这位男人可是比想象的还要霸道。沉默着的白胡子不知道在想什么，在看着蒂奇一会儿后才继续说道：“知道了，上船吧。”说完这句话后，他便转身上了船。他的话无疑是蒂奇的救命稻草，让他那眼泪打湿的脸上露出了极大开心的笑容。他看着白胡子高大的背影，大声说道：“非常感谢你。”他的加入让白胡子海贼团的其他人异常的开心，他们都是被大海抛弃的孩子，如果不是白胡子老爹，他们可能已经死在这片大海的某个地方了。所以有新的家人加入他们，他们都是由衷的感到开心。以后我们就是家人了。我叫马尔科，刚刚拉着你的叫做乔兹，不过我偷偷告诉你，那位一直在盯着你的男人叫做耶格尔，我们都叫他耶格尔大哥。在这艘船上，你千万不要惹到他的头上，不然会发生很恐怖的事情。他的脑海中还清晰的记得你给他们的口号，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简直就是一个绝望的梦魇在缠着他们。你说你叫做蒂奇，你的声音突然在蒂奇的耳边响起，让他的心脏猛然狂跳。他的眼神一直在盯着对方的，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仿佛瞬移一样的速度，不愧是那个男人所统帅的海贼团。我来对了。他的眼神底下在闪烁着不易察觉的金光，而你双眼冰冷地看着他，他可是知道这家伙有多么的危险。在之前他锻炼马尔科他们的时候，就知道这群人已经没救了。现如今的白胡子正值巅峰时期，所以让海贼团的人都依赖在他的强大之下。只要有他这位世界最强男人在，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就不会有危险。单单是白胡子海贼团的旗帜就可以震慑大半部分的敌人。但可悲的是，只有你知道这支海贼团会有怎样的结局，而悲剧的源头已经出现。为了白胡子海贼团的未来考虑，所以他想要趁着白胡子回到船上的时间，直接把对方给干掉。不过在此之前还要试试白胡子的态度。噼里噼里啪啦，密密麻麻的电弧在你的右手中跳动，炸裂出让人头皮发麻的刺耳声。我挺不喜欢你的，放下你的手指耶格尔。在你要动手的时候，战刀砸劈的巨大声响从船上传了下来。只见对方手持战刀站在船的边缘，正严肃地看着你。不过其他人仿佛对这样的事情习惯了，只是在一旁偷笑着看着这一幕。只有背对着白胡子的你才能感受到一股极大的压力从背后传来。蒂奇已经是我们的家人了，你要对你的家人做什么？耶格尔，他的声音充满了不容置疑和霸道。老爹，我只是觉得你让他加入实在是太突然了，所以我在试探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我担心他的目的不纯，万一他要对你做出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你笑哈哈的声音再从白胡子的面前传来。没想到白胡子这么快就把对方当成了家人，在家人这件事情上他不敢忤逆白胡子，他要是敢下手的话，下一秒绝对会受到白胡子那滔天的怒火，毕竟这是他的逆鳞。你转头就哈哈大笑，认真起来。而且我也在试探一下这位小兄弟的底子到底怎么样，如果身体素质不行的，怎么跟得上我们的航行呢？毕竟我们的冒险可是充满危险，一个不小心就会死掉的。整个人已经看不出刚刚那想要干掉蒂奇的恐怖模样，双眼也温和地看着这位刚加入他们的蒂奇。只不过此时的蒂奇正满脸恐惧地看着他，他没想到自己刚登上这位世界最强男人的海贼船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被一位可怕的家伙给盯上。刚刚这家伙是真的想要干掉自己。白胡子满脸复杂地站在甲板上看着你，他知道对方一直在为白胡子海贼团做的事情，也是想要让其他人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想要为自己做点什么，但这些不是他想要的。他现在只想要这群小家伙在身边陪着自己就够了，不管接下来的航行会有怎么样的恐怖敌人，只要有他在内，一切都不会有问题。马尔科他们在看到你上船了后，也便带领着其他人拿着这一次的抢劫而来的财宝上船。你上了船后便找个地方靠着休息了。这一次的掠夺只是寻常的抢劫一座小镇，上面的高手并不多，基本上都是和马尔科一个等级的，这样的人在他的面前简直就是不堪一击。所以这一次他和白胡子两人只是在一旁看着马尔科他们出手。要说这一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那就是黑胡子蒂奇的出现。你也没想到对方居然会是在这里加入的白胡子海贼团。你平静的双眼在看着其他人在甲板上忙活。现在的白胡子海贼团还远远没有未来的规模，甚至是未来的第一番队队长的马尔科还是个稚嫩的年轻人。现如今自己就是这艘船上的第二强者，就算是创建属于自己的海贼团，那也是绰绰有余的。但他认为完全没有那个必要，与其创建海贼团，还不如好好的待在这里。在这艘船上，他只要安心修炼就足够了。而且他的见闻色霸气，因为有响雷果实的增幅，所以来到了一个相当可怕的地步。要是认真起来，可以一瞬间覆盖几十公里，甚至是可以知道其中每个人说的什么话。而且你平时的生活中也都是带着海楼石生活，为的就是修炼体魄和对海楼石海水的抗性。耶格尔大哥开宴会了。马尔科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朝你开心的大声喊道。他们都在举着酒杯庆祝他们的家庭又新加入一位新的成员，就连白胡子也在忍不住的开怀大笑。耶格尔，你也偶尔让自己轻松吧，难得开宴会就不要带上海楼石了吧，而且又突然换上了纯度这么高的。白胡子醉眼朦胧的看着你走去仓库，然后带上纯度极高的海楼石后忍不住说道。白胡子的话让你抬起病恹恹的脸，声音虚弱无比的说道，没事的，这
不也没有耽误我们开宴会的时间吗？时间就是金钱，现在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反正我是说不过你，就算你不修炼，一事无成，我也会保护好你们的。你们可是我心爱的儿子。白胡子醉醺醺的大笑起来，豪迈的声音在从船上不断的扩散。是的，老爹是最强的。马尔科举着酒杯，脸色通红的大声喊起来，他的话也让其他人跟着大笑起来。我们白胡子海贼团可是最强的，老爹能成为你的儿子真是太好了。就在这场宴会来到第二天，套在身上的海楼石已经没有昨天那样虚弱，但这个提升的进度还是太慢。耶格尔大哥你好。蒂奇整个人有些畏惧，他可是知道眼前这个人为了修炼居然没有睡过觉，而且对方居然一直带着海楼石训练。有事吗？你平静地看着对方。我叫马歇尔蒂蒂奇，我就是想问问耶格尔大哥，我们应该没有见过吧？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看你目的不纯吧？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反而带着好奇地问道。蒂奇，你打算什么时候叛变白胡子？你的话让蒂奇的心脏在疯狂跳动，惊恐地看着满脸平静的你。最后还是马尔科笑着说道，耶格尔大哥你又在吓唬新人了，小心老爹再次把你扔到海里去哦。哈哈，别害怕蒂奇，如果你不想被欺负的话，你可要努力修炼了。耶格尔大哥说过了，虽然我们是家人，但谁是大哥谁是小弟就要按照力量来排名。你活动了一下筋骨，便走到蒂奇的身边，俯视着眼前的矮小身影。他们可能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我劝你最好不要听他们的话，毕竟他们比我弱。蒂奇颤抖地看着眼前比他高出几个头颅的耶格尔，从对方的眼神深处感受到了可怕的怒火和残忍。就连白胡子也在一旁大笑着看戏，他从耶格尔的身上没有看出杀意和其他的东西，只是为了震慑一下这位刚上船的小鬼。不过刚刚耶格尔说的话他都听到了，叛逃白胡子海贼团吗？我想这个世界还没有人敢这样做，哪怕是洛克斯那家伙都不敢触碰他的逆鳞。你缓慢地张开右手，瞬间雷电炸响从手中响起，像是把雷霆天灾握在手中一样，恐怖的能量在撕裂着船上的每一寸空间。他整个人都已经吓傻了。不管你有什么目的，在我的面前你最好不要乱来，不然的话你会知道什么叫做绝望的力量。蒂奇的眼泪都已经吓出来了，他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吃下的是号称最无敌的响雷果实。他不明白为什么白胡子不出手阻止。就在以为自己赌输要死的时候，你的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手里蓄势的能量也在顷刻消散。哈哈哈，开玩笑的，你不要这么紧张。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接下来你要好好努力了，白胡子海贼团可不能只凭老爹一个人扛大旗。蒂奇的脸上露出了激动，当然我。下一秒浑身便被密麻的雷霆所淹没，隐约之中听到了耶格尔的声音，10万伏特。马尔科他们一脸懵逼的看着躺在甲板上浑身烧焦口吐白烟的蒂奇，随后惊恐的转过头看着脸色平静的你，察觉到马尔科他们的脸色不对，你连忙不好意思的喊道，传音的传音，你快来救救他，我漏电了。啥玩意？漏电？吃了响雷果实的人和我们说漏电，还特地喊出10万伏特的漏电。1万个槽点在马尔科的脑海中闪过，不过作为传医的他还是第一时间查看晕厥过去的蒂奇，确认对方没有什么大碍后才松了口气。紧随着一朵青焰在他的手中熊熊而起，开始修复对方的身体。也在这时候乔兹走了出来，声音有些憨憨的说道，耶格尔大哥你出手会不会太重？蒂奇才12岁，他会不会被你劈死？可是你的年龄不是和他差不多吗？你都没事，他怎么可能会有事？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耶格尔，你的果实能力好像又进了一步，看来你当初选择的开发方向是正确的。响雷果实在你的手里发挥出了难以想象的威力。就在这时，报告克里中将，在前方发现白胡子海贼团。士兵的脸上流露出惊恐的冷汗，克里中将的脸上瞬间阴沉了下去。他很明白遇到白胡子海贼团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仅粗犷的脸上打起了冰冷的微笑。就算是洛克斯海贼团都败在我们海军的正义之下，所以白胡子海贼团并不能阻止我们的正义，哪怕是付出我们的生命，哪怕是知道对面是世界最强男人，也没有露出丝毫的胆怯。一门门钢铁大炮被拉出，瞄准远方的海贼船，这一幕都在你的见闻色霸气下进行，就像是一位神明一样在注视着每个人。看来海军的爪子越伸越长了。白胡子目光幽深地看着远方的影子，自从洛克斯海贼团解散后，海军就已经开始进军新世界，想要把他们的基地建立在这里，而这混乱的源头是解散后的洛克斯船员，最强大的便是白胡子，其次就是金狮子夏洛特00，特别是金狮子在洛克斯陨落后就肆无忌惮地招兵买马，属于他的舰队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洛克斯海贼团。有人预测这个时代叫做金狮子。在第一时间注意到海军军舰的出现后，你的脸上就已经露出了残忍的弧度，强大的杀气在此刻显露无遗。让我来出手吧，老爹。这种程度的话，马尔科他们还不是对方将领的对手，最强的那位由我来对付，其他的废物们就交给你们练手。随后抬起右手，密密麻麻散发着毁灭气息的电弧在他的右手食指上狂暴地炸裂出去，随着轰隆一声，一道惨白无规则的雷电朝海军的战舰打击而去。在捕捉到致命的危险气息，克里中将全身瞬间覆盖一层漆黑的武装色霸气，凶狠的表情在脸上疯狂浮现。关于雷灾这位男人的事情，他怎么可能不清楚？这家伙的悬赏金可是高达8亿，如果自己继续待在这里的话，他的部下绝对会受到牵连。没有任何犹豫，踩着跃步跃至半空中。也就在这时，那道雷电已经精准地轰击在他的身上，一瞬间就完全穿透了他的身体，最后身体在无力地从半空摔落下来。就在海军士兵感到难以置信的时候，一道金色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克里中将旁边，对方的脸上尽是冰冷的笑意和不屑的神色。太弱了，你不是海军总部的中将吧？你的声音传到了晕厥过去的中将耳里，让失去意识的身体浑身一震。随后你伸出手指放在对方的额头上，3000万伏特，恐怖的雷电在指尖触碰到对方额头的那一瞬间炸开，全身的细胞毁灭殆尽。随即雷电恐怖的穿透力覆盖整艘战舰，上面的人影已然身体焦黑，失去意识的摔倒在甲板上面。随后承受不住雷电力量的战舰也被一瞬间摧毁，沉入大海。
其他战舰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恐惧的情绪，看着站在半空上的人影。意大利给我开炮！海军愤怒的声音响起，一枚枚炮弹朝着你的方向打击而来。所有海军的都透露着悲伤，但眼前的战场不是让他们面露悲伤的时候。他们流着泪，以最快的速度把手中的武器瞄准上方的敌人，哪怕对方的力量和他们相差悬殊，哪怕此刻赌上他们的性命。正义必胜，勇气可嘉，但值得称赞的也就只有这点而已。面对密密麻麻的炮弹打击，并没有闪躲，他只是站在高空平静地俯视着他们。在炮弹接近的时候，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眼前，仿佛瞬移一样，再次回到了刚刚站立的位置。挑逗的双眼在看着马尔科他们。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那位海军中将和他的得力助手已经被我干掉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杂鱼。这些可都是你们的经验，别说这点程度你们都搞不定，不然的话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第七，如果你没有干掉5个人的话，那我将会给你制定一个修炼计划，最起码让你的实力可以干掉5个人。说完，他们就感受到了一股可怕的气息笼罩在他们的头顶。3艘海军战舰的炮弹已经在把他们给覆盖。第七稚嫩的脸上黑了下来，不过他已经看到了马尔科变成了一只超出现实的猛禽，青色的火焰在他的身体表面熊熊燃烧，还有乔兹的身体更是像钻石一样在太阳的光芒下折射出璀璨的光芒。白胡子海贼团的船员在此刻爆发出了属于他们的力量，和海军的战斗只是维持了短暂的时间。不过这场战斗除了马尔科他们几人没有受伤之外，其他的成员多多少少都带着些伤口，特别是蒂奇的身上有纵横交错的刀伤。这一场战斗他行走在死亡的边缘，如果不是其他人帮助他的话，他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年。哪怕心里对耶格尔的怨恨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也不能表现出来。此时你正面无表情地站在一只电话虫的旁边，这只电话虫不停地响动，再加上被自己干掉的海军将领的军衔并不低，也就说明和这几艘战舰联系的家伙职位可能是海军的高层。没有犹豫地拿起电话虫，克里中将，你们没事吧？怎么这么久才接听电话？熟悉的声音再从电话虫的另一边传来，没想到居然是这位老朋友，战国大将，好久不见了。你的话让对方传来了沉默。克里中将呢？你把他们怎么样？不是显而易见了吗？老朋友，你不会以为他们遇到了我还可以活着吧？喂，我什么时候在你们的眼里是一位心地善良的海贼了？还是说所谓的正义跪在我的面前向我求饶，我就放过他了？你不会有这种想法吧？我接了你的电话，不会以为是想要你这位海军给我颁个好人奖吧？哈哈哈！别开玩笑了，老子可是海贼，是白胡子海贼团的海贼，可不是你们那些废物们能够比拟的。去通告你的部下吧，战果，遇到我们白胡子海贼团，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逃，有多远就逃远，不然的话，你们会知道什么叫做噩梦。根本就不等战果有任何的回话，手中发出了雷鸣，瞬间就把面前的电话虫给摧毁了，甚至是他的身体都迸发出密密麻麻的电火。恐怖的雷电力量在顷刻间就覆盖了整艘船，天空在顷刻间阴沉了下去，打雷的声音在源源不断的从乌云中传来。马尔科他们一脸恐惧的看着突然发飙的你，这是怎么回事？第七恐惧道，他不理解对方为什么会突然发飙，释放出这么夸张的雷电。放心好了，这只是耶格尔大哥的恶趣味，而且这还仅仅是放电而已，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喜欢大场面啊！白胡子看着眼前宛如天灾的场景大笑起来，只不过这小子的脾性又上来了。白胡子微微眯着双眼在看着你，他当然知道对方每次做出这样的夸张场景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怕马尔科他们心软的性格而放过敌人，这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样的脾性，白胡子只在一个人的身上见过，金狮子史基。他们两人实在是太像了，只不过自己的这位宝贝儿子的实力并没有对方那么强大。在他回到船上的时候，就已经过去了几分钟的时间，刚刚所站立的战舰早已经什么都没有剩下。你看着被绷带缠着的蒂奇，脸上露出毫不吝啬的夸赞说道，干得不错，没想到在你这具身体里面居然蕴含着如此惊人的力量，希望你能够好好利用自己的天赋成长起来。你应该知道白胡子老爹是什么样的男人吧？他的对手可是这片大海最巅峰的存在，如果在以后的战斗中拖后腿的话，我会先把你干掉，然后再去杀掉敌人，我可不想拿一个人的性命去拖累整个海贼团，你应该懂得吧？蒂奇。此时的蒂奇认真道，如果有一天能够用自己一个人的生命去换海贼团所有人的生命的话，那我绝对不会犹豫，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老爹的话，我现在可能不知道在哪里漂流，或许已经死了都说不一定。说着说着，蒂奇稚嫩的脸上流出了眼泪，整个人露出了感恩的表情。坐在大椅上喝着酒的白胡子看着这一幕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随后忍不住的笑骂道，一群乳臭未干的小鬼，说什么死不死的，老子还在这里呢，没有看到你们独立自主的那天，我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们的。白胡子毫不在意的哈哈大笑起来，这是海贼过家家游戏吗？心中按耐不住的杀意在疯狂咆哮。为了压抑住这股杀气，手中的黄金在他的潜意识中幻化出形状不一的东西，动物、自然、幻兽种尼卡形态的恶魔果实，还有青龙形态的恶魔果实都在浮现，哪怕是他吃下的响雷果实也在他的手中出现。在你没有注意到的是，蒂奇的双眼在死死地盯着他手中的黄金，双眼中在那一瞬间迸发出了恐怖的火热。刚刚那个是暗暗果实，他绝对没有看错，烙印在记忆深处的东西，这家伙见过暗暗果实，还是说这颗恶魔果实就在对方的身上？凶狠贪婪的表情在蒂奇的脸上一闪而过，随后转身看着白胡子在哈哈大笑。坐在一旁看着他们发泄完过家家般的感情后，莫比迪克号已经朝着黄金岛的方向前进。这座岛屿是他们这次出海的目的地。听说黄金岛是一座遍地都是黄金的岛屿，哪怕是房子和树木都是由黄金浇筑而成，黄金宝藏啊，多少海贼的梦想。
除了白胡子海贼团之外，势头恐怖的飞空海贼团也行动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已经要横穿了新世界的天空，在朝着黄金岛压境。这是让整个世界都感到震惊的消息。在经过漫长的航行，已经可以看到此行的目的地。海域周围已经出现其他海贼船的身影。白胡子海贼团，他们算什么东西？本大爷才是这片大海的未来王者。只要拿下前方的黄金岛，再招兵买马拿下新世界，什么白胡子金狮子只配匍匐在我的脚下。这个蠢货那可是白胡子，居然还不快跑在这里做白日梦！附近所有的议论声正源源不断传到你的耳里，已经很确认这些家伙是新人无疑了。以为自己吃了恶魔果实或者是被悬赏，就以为自己是最强。这个时代的主角只能有我一人。轰万里无云的海域突然响起雷声，苍穹之上劈落密密麻麻狰狞的雷电。就在众人还说笑的时候，整片海域已经完全笼罩在雷霆的领域之下，一道道狰狞雷电宛如蛟龙一样攻击着每艘海贼船。一瞬的时间，就将那些不知死活的低等海贼们除。而在这雷电弥漫的海面之上，一艘与鲸鱼无二的巨大船只正以霸道的姿态碾压而过。在看到这道身影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颤抖，他们已经认出这位出手男人，悬赏金高达8亿8千万的雷灾耶格尔。一群废物还妄想挡在白胡子海贼团的面前，不知道世界有多大的低等海贼。这座黄金岛，我们白胡子海贼团要了。就在恐惧蔓延这片海域的时候，你的见闻色霸气感受到一股强悍霸道的气息正在朝着这里逼近。对方还未靠近耳边，就已经响起了狮吼般一样咆哮声。正在喝着酒的白胡子脸色第一时间黑了下来，嘴角更是打起了冰冷的弧度，沉重的目光望着远处的天空。一艘像是岛屿的海贼船冲破笼罩在海域的厚重云层，一道张狂霸道的金色身影站在金色狮子头上方。说得漂亮，耶格尔，我就说只有你这样的家伙才符合我的口味。怎么样，在纽盖特那混蛋的身边太屈才了，来追随我和我拿下这个世界吧。你是没有睡醒吗，金狮子？虽然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我还是有身为海贼的仁义在，所以我拒绝你的提议。还有，这个时代不叫金狮子，而是叫做白胡子，世界将属于白胡子海贼团。有勇气，但可惜了。斩获！顷刻间便脱露出一道100米的惊天斩击，所有人都在此刻感觉到自身的武器在震颤，整片大海在他的刀下被一分为二，分裂出泾渭分明的线条。这家伙，你脸上露出了疯狂，这种窒息的感觉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汗毛在此刻疯狂直竖，见闻色霸气更是在顷刻间放到最大。不过他怎么可能会和对面硬刚？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以打击的姿态出现在金狮子的身后。恐怖的雷电在右手上疯狂跳动，一翼伏特，无尽雷电瞬间将金狮子淹没。而打完这一击后，你的见闻色霸气在疯狂的跳动预警，致命的危险让你第一时间选择拉开距离。就在这雷电的中心，一道金色身影正双手持着长刀立于雷霆之中，狂烈霸道的气息在从他的身上汹涌而出，一脸平静的看着远处的你，结变强了，耶格尔。不过还差得远了。轰！一股无比霸道的金色霸王色霸气从金狮子的身上汹涌，立于天空之上的身影像是一尊魔神一样，手持双刀俯视着所有人。我可是金狮子啊，臭小鬼！金色霸气急速朝着你猛然冲来，只是在感受到气息的一瞬间，你的脸色就变了。这是可以强烈影响到他恶魔果实的力量。不过他并没有任何的畏惧，身上也涌现出了一股强烈的气息，像是被惊醒的猛兽在抬头咆哮，想要把笼罩着四面八方的金色气息给撕裂。不过对方的金色气息根本就不是他能碰死的，汹涌而出的霸王色霸气被逼得节节后退，但又如何？这是他的机会，和巅峰强者的碰撞，提升自身霸王色霸气的机会。我果然没看错你，耶格尔。越来越觉得杀掉你的话就太可惜了。怎么样，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来当我的副手吧，我们一起拿下这个世界。金狮子的脸上露出了毫不吝啬的赞赏。你是在侮辱我吗？你的话让金狮子一愣，脸上露出了惋惜之色。真遗憾，你这和我差不多的家伙，我会记住你的。砰！空气在一瞬间爆炸，怎么可能？你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他的见闻色霸气和眼睛已经完全锁定住了对方才对，但对方的身影却完全消失在自己的眼前，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不能元素化。一股霸气洪流侵蚀着周身的每一寸空间，轰散发着凌厉寒芒的刀身被金狮子的力量浸染成一把黑刀，整片天空在这道打击下都黯然失色，心脏在剧烈的跳动，不断打击而来的黑刀在双眼中不断的放大。白胡子只是在阴沉的看着上方，他知道耶格尔在想什么，所以并没有急于出手，只不过他的见闻色霸气一直在张开了最大，额头上因为愤怒张起了根根青筋，最后看到了身受重伤的耶格尔从天上无力落下。耶格尔的胸膛显露出一道恐怖的刀痕，看到了吧，这是我们的差距，这是你远远触及不到的领域。耶格尔的落败让马尔科他们脸色巨变，砰！战刀落地的声音在猛然响起，高大魁梧的身影站了起来，像是魔神一样的阴影笼罩住了乔兹和蒂奇他们。史基一道低沉的声音从白胡子的嘴里吐出，看来你这混蛋要稍微认真了。没办法，谁让这家伙居然不听从我的建议来我这边。不过你想和我动手，说起来我们也有一段时间没打过了，来吧，让我看看你这混蛋的实力有没有退步。手中的双刀在这瞬间迸发出了冲天剑意，轰！一步踏出，感觉到脚下的海龟船下沉了1米多，红色的闪电在白胡子的脚下滋生，弥漫着恐怖的威慑力，随后再拔地而起，冲天而上。老爹要发怒了，快远离这里！船上的老人面露恐惧地看着天上的白胡子。砰！恐怖的撞击声在从天上传来的时候，无法形容的霸气从他们武器的撞击处撕裂而出。被马尔科一直在医治的耶格尔正满脸阴沉地看着被劈开两半的天空。该死的混蛋！他没想到自己在金狮子的面前居然被秒了。强大的霸王色霸气再从耶格尔的身上倾泻而出。耶格尔大哥！马尔科一脸颤抖地看着陷入暴怒的耶格尔。
恐怖的雷电因为暴怒而在他的身上萦绕炸响，残忍疯狂的双眼在死死地盯着飞空海贼团及其麾下。这是一个机会，是可以摧毁飞空海贼团的机会。密密麻麻的恐怖雷电在手中开始疯狂闪烁，在所有人的上空不断压缩雷电，难以想象的压力在每个人的心头滋生。右手已经有一柄2米长、带着白蓝色的长枪出现，这是由一道道闪烁着接近1亿伏特的雷电汇聚压缩而成。这一击的威力已经足够了。你手握雷霆长枪，目露残忍地看着在上方和白胡子厮杀的金狮子，也是这一眼让金狮子的见闻色霸气闪过了一瞬时至，让他选择迅速地和白胡子拉开了距离。怎么回事？战斗的本能也在时刻警惕着周围要发生的事情。一道残忍无情的声音随着雷电响起：耶格尔之枪。随着声音落下，金狮子脸色巨变的猛然回头看向了声音的源头，那里只有耶格尔阴森的做出投掷的动作，站在原地。在顷刻间把接近1公里的海域尽数拉进了毁灭性的打击之中，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海浪，淹没着四面八方而去。这里已经没有一艘船停在海面上了，准确的说，金狮子的舰队被耶格尔一击给尽数干掉。你这该死的家伙！狮子低沉的吼叫在这里疯狂响起，仿佛置身荒野的耶格尔在直面恐怖巨兽，心脏在疯狂直跳。他知道自己的这一击不仅摧毁了飞空海贼团，更是彻底的把这位男人给惹火了。仅仅是对方的绝强气势就把他压得都要抬不起头来。不过怎么可能会认输？怎么可能会后退？动起来，快动起来！被暴怒淹没的内心在疯狂呐喊。刺雷鸣声在他的手里开始咆哮，万千雷电在他的手里开始缠绕拧紧，一把长枪的弧形已经开始再次出现，紧接着他的脸上露出了癫狂笑容。没错，就是这样，只有这样的对手才让我感到痛快。你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吗？史基，红色的霸王色霸气直接以最强悍的姿态把金狮子的霸气给顶了回去。白胡子被怒火点燃的金狮子在散发出恐怖阴森的气势，开什么玩笑，老子可是金狮子，手里的樱木和枯石在散发出无比恐怖的凌厉锋芒。狮子千切骨，密密麻麻的金色恐怖斩击朝着白胡子铺天盖地而来，一道道不规则散发着红色闪电的线条尽数把这些斩击都给挡住了。尽管对方的力量恐怖到可以轻易撕裂大海，但根本就碰不到自己，自己可是拥有着绝对的制空权，他拿什么跟我打？还是想要依靠耶格尔那该死的混蛋？别开玩笑了，天空可是我的主场。突然，一艘艘巨大的战舰携带着势如破竹的铁血气势而来。船上的海军士兵像是一颗钉子一样被钉在船上。就在众多海军士兵严肃望向传来的灾害的时候，一名海军士兵跑了过来，站在紫发男人的面前，报告泽法大将，罗杰海贼团出现了，他们正朝着黄金岛的方向驶去。泽法冷硬的脸上露出了惊疑不定。卡普的那家伙不是知道了罗杰的消息后就开始行动了吗？还有战国那家伙。泽法目光深沉地看着黄金岛的另一个方向，那里由战国和贺率领的军队镇守，只要等白胡子海贼团和金狮子厮杀过后，就是他们行动的开始，不用理会他们，按照原计划执行。制动这个计划的战国和贺正满脸严肃地看着罗杰海贼团，望远镜中看到了奥罗杰克逊号正行驶在这片海域。雷利，你要干什么？我们干嘛要偷偷摸摸地前往黄金岛？既然纽盖特和史基那家伙在战斗，我们当然是要打过去啊！打败了他们后，我们再前往黄金岛。不过他的话让雷利无奈了起来，别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如果被那2个家伙给盯上的话，又免不得打上一场，到时候我们想要的东西可能就要多上难度了。作为他们的老对手，你应该知道他们有多难缠，更何况周围还有伺机而动的海军，而且卡普那家伙被我们甩在后面而在发怒。雷利有些头疼地分析着目前的情况。雷利的话让罗杰微微愣了一下，我知道的，我只是说说而已，说一下还不行吗？紧接着他们一伙人在靠近黄金岛的时候，被眼前的这一幕感到难以置信。这里的每一粒沙子，每一棵树都是由黄金浇筑而成，甚至是动物都呈现出金黄灿烂的光芒，这是真的，整座岛屿都是黄金。发财了，发财了吧唧，整个人都在兴奋了起来。就在他们一行人登岛的时候，怪物暴怒的声响直接撕开了这处战场。一名高大魁梧的男人正紧握着拳头站在战舰上放声怒吼。